魏无羡也是在白龙一族长大的，小龙们都差不多都认识魏无羡，也喜欢这个小黑蛟。有时候他们还会调侃魏无羡，他飞升成龙的时候，估计就是他们白龙一族唯一的一条小黑龙了。魏无羡那个年纪小不懂事，回道：那也没办法呀，我又不能变成白的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魏无羡对蓝湛的慢慢的不纯了，从刚开始的那种只想和他做朋友，到最后慢慢的变成了魏无羡都不想承认的一个情感。也许是水到渠成，小黑蛟就在小白龙500岁生辰的时候就把自己给送了上去。龙和蛟不可以在一起，原因是种类不同，属于跨族。跨族的姻缘就是什么呢？月老那里不会有你们的红线，天庭那里不会同意你们的姻缘，但是魏无羡不一样呀，他只是一个蛟龙，也属于半个腿踏入龙族了。等他飞升成龙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不属于跨族了。但是蛟龙平常都是500年才会飞升成龙，要度过88道雷劫才会蜕变成龙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在一起的时候，还经常就说怎么办？还有200年呢，200年怎么过这么久啊？蓝忘机轻轻地揉了揉小少年的手，道：无事，很快的。魏无羡是当初蓝启人出去巡游的时候捡到的，原因是因为魏无羡就在那里修炼，那个时候也小300岁也没，但是蓝启人以为这是一条小黑龙，就把它带回去了，结果带过去了，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条还没有飞升的蛟龙。但是也没办法，想着反正蛟龙也很稀有，他能带回来一条也不是什么坏事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在一起之后也没有避讳着什么，然而就是因为没有避讳什么，才让蓝启人他们发现了。因为什么发现呢？因为魏无羡总是喜欢拽蓝忘机的墨额，但是蓝忘机又宠着他，随便他拽。就那一次蓝启人来找蓝忘机的时候，就看见了魏无羡正在拽蓝忘机的墨额，然而蓝忘机还没有反抗，然后那个小黑蛟就把小白龙头上的墨额给拽下来了，脸上还得意洋洋的笑，说道：蓝湛，我怎么觉得你不戴墨额的时候更好看呢？魏无羡话刚说完，蓝启人就怒吼道：忘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吓得魏无羡手里面的墨额差点掉了。和魏无羡的反应不同，小白龙显得格外的淡定。他们两个跪在大堂的时候，蓝启人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了。蓝曦臣没有办法，只能在旁边劝说。蓝启人气道：龙和蛟属于跨族，你们知不知道？魏无羡道：蓝老前辈，我可以飞升成龙啊。蓝启人道：还有200年你才能成龙，成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。魏无羡紧紧抓住蓝忘机的手，目光坚定又热烈，他说：我一定会的。蓝启人虽然生气，但是却还是没有多说什么，木已成舟，再多说什么也无益。就连蓝忘机也没有想到，他的叔父就这样松口了。结果当天晚上，小少年就要抱着小白龙睡觉，睡就睡吧，要是纯盖着棉被睡觉倒还好，但这是小少年睡觉的时候手脚不老实，在小白龙的身上蹭来蹭去的，摸摸这里摸摸那里，不一会儿小白龙就被撩出了一身火。小白龙也是个阳刚少年，那怕是极力忍耐，也经不起这样的撩拨，情到深处就会掀起燎原大火。其他的一点走 WB， 其实魏无羡没有告诉蓝忘机的是，他也许还真的可以生。蛟龙的种族少，但是他们的生殖腔却不一样，在蛟龙一族中，男蛟其实也有生殖腔，只不过非常非常的小，男蛟龙们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由此可得知，不是不可能怀，只不过几率很小很小很小罢了。自从那一夜两个人开了包之后，魏无羡时不时的就在床上撩拨一下蓝忘机，当然受累的还是自己的腰。但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风声，天帝知道了白龙一族有人和蛟龙搞在了一起。天帝原本就看白龙一族不顺眼，这天族都归天帝掌管，但是这白龙一族却不是，白龙一族看不上天族，于是他们自立门户。奈何白龙一族是上古的龙族，天帝也招惹不起，只能咬咬牙把气自己吞下了。好不容易天帝钻到了一个白龙族的空子，岂会这样放过？天族惹不起白龙一族，但是又不是惹不起那个蛟龙，于是他留人严谨看着白龙一族的动向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时机，把魏无羡给抓走了。魏无羡那个时候修为低，根本就打不过那些天兵天将，只能被他们压到了天庭上。
天帝看着魏无羡，声音十分的威严，道：“跪下，见了本天帝，岂敢不跪？”魏无羡不服，看着这冠冕堂皇的天庭，笑了一声，神色十分的傲气，道：“我何错之有？”天帝道：“你与白龙一族私通，就是死罪。”魏无羡一听，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我是蛟龙，也算是半个脚踏入龙族了，何来私通一说？”天帝震怒，其实就是不服白龙一族不服从他的管教罢了。他下令道：“来人呐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蛟龙押入绞龙台。”魏无羡一愣，道：“原来天帝就是这样胡乱定罪的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”结果绞龙台还没去，魏无羡就被天帝下令打了100大板，打的那人还带着法力。100大板下来，魏无羡整个人差点昏过去，浑身都在疼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整个后背已经血肉模糊，而肚子那里的疼更是让他难以忍受，脸色发白。蓝启仁、蓝曦臣、蓝忘机还有白龙一族的各位长老们在大堂里面商讨事情，结果就有人进来汇报：“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，那个小蛟龙被天帝抓走了。”话刚落音，大堂里面的人基本都愣了。蓝忘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立马站了起来，失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然而蓝忘机、蓝启仁等人到的时候，却发现已经为时已晚。魏无羡已经受了刑，金光闪闪的大殿上，那人的鲜血流了一地。外面传来了阵阵龙吟的声音，魏无羡迷糊之间似乎是听到了，苍白的唇边微微带笑，他知道是他的二哥哥来救他了。肚子很疼，他似乎能感受到身下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流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慢慢的从魏无羡的脑子里面浮现，但是他现在似乎也思考不了那么多，他浑身都疼。蓝忘机气的眼睛都红了，直接飞身过去，用灵力把压着魏无羡的那2个天兵掀在了地上。反正白龙一族和天族势不两立，向来不和，更别说是他们招惹白龙一族在先。天帝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，放这个人走似乎就有些不甘心，但是如果不放人的话，白龙一族闹起事来确实不好弄。蓝忘机把魏无羡抱在怀里，小蛟龙浑身疼得发颤，脸色发白，原本红润的嘴唇也没有丝毫的血色。魏无羡向来都被白龙一族和蓝忘机好好的保护着，何曾受过如此重伤？身下的血把蓝忘机的衣袍染红了，魏无羡勉强睁开眼，看着他的小白龙红着眼眶，双手不知道往哪里碰，生怕弄疼了他，苍白的唇带了一丝笑意，他气息微弱，说道：“二哥哥，带我走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声线发颤，他说：“好。”